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93.01， 收盘价是 194.76，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98.17， 最低价是在 189.92。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862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纠结。那快线呢又上穿了慢线，那通常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要继续上行。MACD 双线开口不变，是双线是继续上行。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准十字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然后出现了横盘的位置。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一根类似于十字线的线形，那后续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是高开高走，那将会有上涨的行情；如果是低开低走，那股价呢可能会出现回档。那在目前我们也会看到，在2月6日出现了一个量缩的现象，所以说一个将要选择方向的一个信号 K 线，然后出现了量缩，通常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会有突破，也就是向上或向下的一个突破。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股价会出现向上向下的突破。那向上呢是收盘价会收在 208.5， 那向下的突破呢，收盘价会收在 183.5， 在这个位置。当然它们都是有条件的。那如果不向上或向下突破呢，我们说第二个可能我们给出的是股价将会出现横盘向上，收盘价会在193附近。那实际在2月6日收盘价是在 194.76， 出现了横盘向上。那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和实际发生的横盘向上的结果呢，不仅是收盘价相接近，并且呢走势也非常接近。那么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的解读说，股价在这个位置继续出现横盘，然后出现了一个选择方向的信号 K 线。那后续呢，股价有可能会出现突破。对。那么我们先来看上行。那对于2月7日来说，股价如果上行，它的第一个目标我们说依然是200关口。那如果股价的收盘价能够站上200关口呢，我们说股价将会有一波新的上涨。对。那股价启动一波新的上涨呢，之后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37这条水平线。当然我们说在股价
突破第一个目标之后，在朝向第二个目标的时候呢，我们说125日均线值啊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那么我们说股价在200关口啊，连续3个交易日要突破200关口，但是呢都没有突破，而是被压回，并且出现了横盘。所以接下来向上的突破啊，可能会有2个可能，一个是站上200关口之后呢，出现一波新的上涨，目标是237。另外一个可能呢，有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冲高回落，也就是如果出现冲高回落呢，我们说125日均线值将成为压力。对，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突破200关口之后的2个可能。所以第一个目标是200关口。那对于第二个目标237呢，我们等股价站上200关口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好，这是上行的目前的2个目标。然后股价下行，对于2月7日来说，我们说所谓的下行就是回档。那回档呢，我们要给出一个小的目标。我们先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这个182和170两个水平线是我们用作2月6日盘中要观察的2个支撑位，我们把它先删除。然后182这个位置，183这个位置水平线，我们把它调整到182，也就是说出现横盘，连续3个交易日出现横盘的这个 K 线。好，现在可以了。连续3个交易日出现横盘，然后我们找这3个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月2日 K 线的最低是在182.61这个位置。好，那我们说股价回档的第一个目标啊，我们认为还是下方的这个起涨 K 线的最低，但是在这期间我们要给一个中间的小目标。那为什么我们说182成为一个中间的小目标呢？这样连续的横盘啊，实际上连续3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是在199附近，最低是在182附近，实际上这是一个横盘的区域。所以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呢，目前对于2月7日它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跌破这个小的横盘区域，所以我们把182设为一个小的目标。对，好，当然我们说如果股价要回档跌破这个182呢，我们说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87到193之间，包括前面这个小的绿 K 的最低在190附近，都将成为支撑。对，好，那么如果我们说股价跌破了这个182，完成了这个小的目标呢，那我们说股价将会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我们说的162，这是它回档真正的目标。其实目前我们也会看到182正好处在这个起涨 K 线到2月6日对期间 K 线的最高值和最低值的接近50%的成本线，应该是更多。对，所以我们说这个182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但是强支撑如果被跌破呢，我们说那么它下行的动力将非常强。那接下来目标一定是第二个，就是说真正的目标还是162。对，那我们继续来看，那说如果跌破了182之后啊，10日对于2月7日来说，10日均线值是在175到179之间。我们说10日均线值也是强支撑，
因为股价在一路上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多次回踩了5日均线值。那如果对于2月7日后，或者说是接下来的交易日，股价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应该会回踩10日均线值。所以10日均线值，将是强支撑。对，那股价只有跌破了10日均线值之后，我们说它才有可能会去测试162，我们说的这一波起涨 K 线的最低。好，所以我们分析到现在，我们说这个第一个目标还是162，那在第一个目标之前有一个小的目标是182。好，这是我们说的前面的第一个目标。我们继续向下说，如果162被跌破，我们说将会出现底低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一旦出现底低，然后假如股价出现反弹再向上，不能超过199，将会出现头低。所以我们描述这样的一个可能啊，就是说股价一旦跌破了162，很有可能会转为空头。那跌破162，我们说下方的强支撑啊，就是这个缺口，也就是股价继续下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然后我们会看到这条我们定义的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也将是强支撑。对，因为跌破趋势线会使这个趋势线的角度下移，然后股价会回补缺口。我们说，对，这将是股价下行的目标。那我们也会看到，对于2月7日来说，20日均线值啊，将提升到154附近，将会在这个缺口的到达这个缺口的上沿，在2月7日。那我们说，在接下来交易日，比如说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回踩了10日均线值，或者说是跌破了10日均线值，在跌破162第一个目标之后，我们说在到达回补缺口之前啊，将会首先触碰到20日均线值。我们说是在2月7日以后的交易日。那20日均线值一定是强支撑，因为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20日均线值，将会被确认转为空头趋势。所以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我们说下方的这几个目标啊，现在来说，下方的支撑是非常强的。对，也就是说，股价一旦出现回档呢，我们说我们应该是要可以再找机会，对，要看当时的情况，然后再去加仓进场，或者说是现在是空仓的仓位，如果想要做多呢，我们说回档之后，我们可以考虑再进场。当然，我们要看目前的股价是否给这样的一个上车的机会。对，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的2个目标。当然，如果这个缺口被回补，然后股价又跌破了20日均线值呢，那我们说空头趋势一旦被确立，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当然我们说在这个地方还有缺口，那它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测试前低101.81。好，以上是我们说的分析的股价的上行和回档。那我们说对于这个2月7日，我们要关注2个点位在盘中，一个是看它能否突破200关口，一个我们要看股价如果出现回档，182是不是能够守住这个回档的，是不是182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强支撑，对，守住股价。好，那以上是我们对这个2月7日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看操作层面的信息，也就是操作建议和操作规律，技术上的。
那我们还是来从头说，因为每天呢可能都会有新的网友来看到视频，所以呢我们依然从就是将这个技术的操作建议啊，把这个信息描述全。那我们在之前的视频的，在1月17日，我们说这个收盘价131这个地方建仓，然后在143有加仓，在160，也就是1月26日这根 K 线的收盘有加仓，然后在177.9，也就是178，在这个位置或许有加仓，因为当日我们提的只是建议，对。然后呢，在2月1日这个收盘价181这个地方有加仓，对。如果是一路这样的操作建仓，那我们说目前股价在2月6日收盘价是在194.76，那我们的叫做计算的方法呢，就是说账户当中的持股的盈利余额应该是2月7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我们测算是在187，也就是账户的余额应该是由这个187乘以持股数，是我们目前技术上的账户当中的盈利的余额，对，而不是这个收盘价194。因为目前对于2月7日来说，如果是这样的一路操作上来，那我们的停利，也就是说，我们想获利出场，我们守5日均线值，也就是对于2月7日，如果股价收盘价跌破了187，或者跌破了5日均线值，那我们将会获利出场。如果说那我们不想获利出场，我们想等待股价可能会回档之后继续出现上行，我们想继续持有，那么我们再给下方的一个位置叫做停损位，也就是停止损失。因为如果一路这样操作上来呢，我们说目前的成本呢应该是在162到170之间，所以在守5均叫停利，那下方我们给出一个停损位，就是停止损失，就是不至于这个亏损，对。那我们给出停损的位置在170，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了，对，停损的位置是在162，并没有提升，但是对于2月7日来说，我们要把这个停损的位置上移到170，对，也就是保住我们不至于亏损。那为什么要提升这个停损呢？因为目前10日均线值已经上来，对，在2月7日它将会在175到179，那10日均线值将是一个强支撑，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把停损的这个位置上移到170，对。好，那么这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多头操作的停利和停损，这是第一个。如果是这样一路操作下来，是有这样2个位置。好，那么对于其他的多头建仓，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在1月17日建仓，而是在后续的几个交易日，尤其是出现这个缺口，如果是在这个位置有建仓，或者在这个位置有建仓，178有建仓，甚至我们在视频当中提到过，2月1日的这个收盘价181.41，
这也是多头的进场点。如果在这个位置有叫做建仓，那我们说对于2月7日我们的止损位，对，是由162也就是说提升到169，这个要精准一些。169就是2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的下方一点。我啰嗦两句啊，我们想回顾一下，就是说，我们还是以这个例子，如果在181这个地方有建仓呢，在当日的视频当中，我们说进场，然后守停损，一定要守这根 K 线的最低，这是技术上的操作规律。对，然后到第二天，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时候，我们依然在这个地方建仓。守停损还是在这根 K 线的最低，那么到了2月3日的收盘之后呢，我们提了，对，就是要把这个止损位要从169下移到162，因为我们担心呢会出现一个深度的回档。而深度的回档一旦跌破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在这个交易日又没有上来，所以我们不能守在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在2月3日10日均线值并没有到达169以上，所以在这一期视频，我们说要把止损由169下移到162。对，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做的这期视频，说我们是对2月7日来说的，那么我们再把这个止损位再提升上来，在169。好，这是我描述的过去几期视频呢，我们对于在181这个位置进场的做多的这个仓位的操作。对，所以对于2月7日，我们说止损位由162要提升到169。当然，我们说比如说在178有可能有进场的，在169这个地方进场的，我们说止损位都应该是设在170。对，因为目前在这几个位置进场呢，我们说目前账户还不是处于一个盈利的状态。对，好，这是我们说的2个多头的操作。那么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说空头。空头的操作，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做技术上的空头操作的建议，而只是讨论空头。对，讨论空头的目的就是要坚定我们目前多头的持仓是何时出场，何时停损。对，那目前对于空头来说，我们说连续2个交易日在2月2日和2月3日出现长长的上影线，那可能在收盘的这个位置都会有空头的进入。然后在这之前呢，我们认为在200关口这个位置会有空单，对，会有大量的空单。所以对于空头来说，目前我们依然认为是非常危险的，除非在2月7日出现一根长长的一个实体红 K， 对，否则我们说空头非常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我们分开来说，如果说股价站上200关口，然后继续上行，那不用问，空头一定会被拉爆，也就是说会回补出场，对，被回补。对，那如果我们说股价就想在这个位置止涨，然后出现回档呢，那我们认为连续3个交易日这样运行下来，而且出现了大量，然后出现量缩，那即使股价回档呢，我个人认为在2月7日
或者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依然会有一个冲高，然后再回档。对，也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头高的这么一个叫做现象吧。对，所以我们说这个空头呢，如果比如说有建仓回补位在200的话，很有可能股价冲高以后会使这个空单出场，然后呢股价再回档，或者甚至出现深度的回档，甚至是下行。那所以我们说目前在这个地方有空单的持仓呢是有一些风险的。对，好，这是我们对空单的描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7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第一个压力位就是200关口，然后是当日 K 线和125日均线值的交点是在210附近。再向上，我们给出是这个200日均线值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在228。好，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我们再来看支撑，第一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87到193之间。对，包括前低都是支撑。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支撑呢，我们说是这个182，这是强支撑。然后我们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的区域合并，10日均线值是在175到179之间，所以合并之后第二个支撑区间是从175一直到182，这是第二个支撑。那第三个支撑我们给出就是162这个水平线。第四个支撑区间就是这个缺口是146到154，它涵盖20日均线值。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2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依然会给出2个可能，一个可能是突破，也就是会向上或向下突破，这是第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给出的是横盘。对，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会向上或向下突破，它是有条件的。向上突破，它应该是一个高开盘，甚至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4，最高上方会到达211，收盘会收在209附近。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也就是向上突破。那另外一个方向呢，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是回档，它有可能是低开盘，甚至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91，最低下方会到达178，收盘会收在181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9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突破。好，这是第一个可能，向上和向下突破。如果股价没有突破，我们认为它将会继续高位横盘，对，也就是横盘向上。如果是这样呢，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0.5。在这个位置，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98.5，收盘会收在197附近。对，那也就是说
会在这个地方继续生成一个小的绿 K。那我们也给出一个条件，出现这样一个横盘向上呢，我们认为股价不会高于199，也就是不会有新高的出现。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